我与永宁侯世子定亲那日，他的一群好友都为他寻来奇珍异宝作为贺礼，只有他的小青梅因为没有贺礼暗自垂泪。第二日，两人被发现衣冠不整的睡在一起。你们，令仪，你听我解释。世子哥哥，我好疼。明月，你没事吧？先把衣服穿上。我的天爷呀，真是好大一张床，怎会有如此丑事？我没有银子，只有把我的清白之身作为贺礼送给世子。嫂子别多想，他没有旁的心思，他就是因为寄人篱下，性子敏感，不愿欠别人一分一毫。明月是孤女，自幼吃了许多苦，很不容易。她做出此举，皆是因为不愿你们这些贵女看不起她。如今她失了清白，除了嫁我，已无其他出路。你作为未来主母，该在成亲后做主迎她进门。原来还可以如此。第二天，我便进了宫。太子送来的凤冠价值万金，令莹实在无以为报，愿意接下圣旨，入东宫为妃。永宁侯世子怎么会和寄居在侯府的顾小姐睡在一起？世子昨日才和沈家嫡女定了亲，他莫不是疯了？能娶到沈家嫡女还不够，怎么敢做出这等丑事？今日宾客迎门，他却闹出这事儿来。刚才后园丫鬟尖叫，眼下怕是满堂都知道了。沈小姐昨日刚与世子定了亲，今日永宁侯府设宴便邀京中世家，没想到却闹出此种大事。昨日定亲宴上，江燕之的一群好友都送了重礼，献宝一样比谁送的最珍惜，热闹得不得了。只有他的小青梅顾明月在一旁红了眼睛。顾姑娘送了什么？你进居在侯府，向来与世子最为交好，应该送的礼最贵重才是。不管你送什么，你的心意我都喜欢。但我没想到，他第二日便把自己当作贺礼送上了江燕之的床。一个女子的清白确实足够贵重。沈小姐，你别怪世子，这都是我的主意。昨日大家都送了定亲礼物，我没有银钱，也买不起贵重之物。我说过，我不会欠你们贺礼，我只能把我如今最贵重的东西送给世子哥哥，我的清白之身。他怎能如此荒唐？我不会要他负责的，这只当是我送给世子哥哥的贺礼。顾明月是不是疯了？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竟说把自己的清白之身做贺礼，这沈家千金真是可怜。刚定亲，世子便与小青梅缠在了一起，跟吞了苍蝇似的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。我早就说过，这顾明月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一看就心机深。嫂嫂，你别介意，明月和燕之从小一起长大，她这是不服输呢。对，明月从小就任性，怕是昨日有人问了一句她送什么，她便记在心上了。她只是为了不欠世子人情，才把清白之身相送。明月性子单纯，她肯定不是故意的。世子也是这么想的。令仪，明月自幼父母双亡，有很多东西无人教她。她这么做，并非罔顾礼法，只是凭自己一片真心。她昨日怕是见了那些贵女和世家子弟送的贺礼实在贵重，又有人笑她，她不想旁人说她不识礼数，才出此下策。她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，她只想着把最珍贵的东西送给我而已。顾明月会不知道，她虽是孤女，但因其家父是侯爷顾堂，10岁入侯府，在侯夫人膝下教养了8年，她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沈小姐说的不错，她故意做这样的事，只怕早盘算好了。沈小姐，你别怪世子，要打要骂，你冲着我来便是。你放心，我说过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不会让世子哥哥负责，也不会缠着他娶我，我绝不会破坏你们的婚事。我比不上你们高门贵女，有银钱买重礼，我什么也没有，唯有自己而已。你这傻瓜，如今你的清白才是最要紧的。你不但不想着自己，还要担心别人。令仪，如今事已铸成，明月因我失了清白之身，不管前面阴灵如何，眼下除了嫁入侯府，她已无别的路可走。她将自己清白之身给了我，我怎可辜负？世子哥哥，
你既然是我的未婚妻，等大婚之后，你便操持将她抬进府来。以后你们姐妹也可一处作伴，有人陪你，我也无需担心你在侯府寂寞。明月对侯府熟悉，有她在，也可帮你一起主持中语，操持家事。这便为他全都打算好了。世子可真是体贴啊。令仪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都说永宁侯府规矩森严，侯夫人也引以为傲，每个院子前都有婆子丫鬟守着，只怕有些外男不小心闯入，到了时辰便落锁，夜里还有婆子巡夜。你突然说这个做什么？永宁侯府如此规矩森严，顾姑娘一夜不回揽月斋，院子里的丫鬟婆婆竟然无一人来巡，也无人去禀告侯夫人，就让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在侯府消失了一晚，这是哪家世家高门能做出来的事儿？顾小姐，你一句绝不欠别人人情，只是自己的心意，就把清白参送给一个男人，再楚楚可怜的说是你自己的事，不要世子负责。但事你做了，人你也睡了，名声也败了。不出今日，永宁侯世子和明月姑娘的风流艳事，只怕就会传遍大街小巷。我没有。若我不同意世子娶你，我便是善妒；我若同意他娶你，你的心愿也达成了，不是吗？不是，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。沈小姐，虽然你是高门贵女，却不能用这样的心思来揣度我。说你不信，我可以一死，以证清白。一死以证清白，顾小姐，不如做给我看。明月，你别干傻事！世子哥哥，都是明月的错，我只是不想欠下什么，没想到我做什么在沈小姐眼里都是错，只有以死来正我心。明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是永宁侯府，侯府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他沈令心来做主？沈小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开开恩吧。我们小姐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真心。她真的不敢跟您抢世子，您只当养只猫养只狗在府上，求沈小姐给我们小姐一条活路吧。真是好心机，你主仆二人这么一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家小姐咄咄逼人，要逼死一个侯府寄居的孤女呢。这是做什么？我倒要看看是谁要坏了永宁侯府和太傅府的亲事。你的揽月斋离听竹轩隔着半个侯府，昨晚下锁前你还在揽月斋，是谁给你开了门过来的？我居然不知道你一个寄居在我们府上的孤女，居然有这样的手段。母亲，这不关明月的事。我最近定亲，要明月帮忙布置院子，便将出入令牌给了他。混账东西！你可知侯府令牌何其重要？你竟随手给了他！如今刚定亲，你便与他做下这般不要脸的事，你要我如何向沈家交代？她一个孤女，打着什么心思，我心里一清二楚。想借着爬床嫁进侯府，你还将她当做什么纯良之人？愚蠢至极！母亲，如今事已铸成，若我不纳明月进门，你让她怎么活？她是无心做了这件事，她也不为这名分。令仪是您喜欢的儿媳人选，当知她是高门贵女，为夫君纳妾不是应该的吗？哪个世家子弟后院不是三妻四妾？我连通房都没有，如今只纳明月进门，以后我保证，后宅只你们二人，绝不会再有第三人。当初侯府求娶，父亲不允，是世子跪在沈府前，说此生仅娶令一一人，不纳妾不抬通房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如今还未成亲，便要抬侍妾进门。既然世子说话不算数，那这婚约是不是也能不作数？沈小姐，你们别再因为我起争执了，是我该死，我不该只顾自己，害得世子难做。我发誓，我只是为了一份贺礼，为了给世子一份我所能给的最贵重的礼物，我没有想过别的。世子别因为明月与沈小姐闹得不开心，她是高门贵女，是真正配得上你的妻室。明月不重要，你别再因为我让侯夫人生气，只怪明月命苦，父母双亡，无人怜惜。从你进府的时候，我便说过，我会护你周全，让你一世无忧。既然事已至此，你清白之身都给了我，我便会娶你进门。
你放心便是。我意已决，会娶明月进府，你我二人婚约已定。在大婚前出了这事，只当是我对不住你。但明月清白要紧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吗？世子的意思，不让她进府，便是我有错。你咄咄逼人，毫无贵女气度，又引得众人指责明月，毫无当家主母的谋算。你将永宁侯府的颜面置于何地？以小见大，沈家的家教也不过如此。沈大人身为太傅，嫡女却教得这般善妒狭隘，很是让我失望。离成亲还有几日，你好好想想，该如何做好永宁侯世子夫人。世子是笃定我必然会吃下这暗亏，嫁进你们永宁侯府。令仪，休再说些我不守承诺，婚事便不作数的话来激我。永宁侯府如今受陛下看重，若与侯府的婚约作废，京城里谁敢娶你？明日京城便会传遍沈家嫡女善妒成性，不允夫君纳妾。到时候莫说高价，便是寻常人家也不会娶你。沈令仪，你该学会权衡，权势之下，男女之情并不重要。与永宁侯府联姻，祖父说是皇上对侯府已生了猜忌之心，念着两家旧日情分，来献劝说父亲将亲事定下，就当帮江家一次，还了江家的恩情。可如今看来，大可不必。江燕她说的对，权势之下，男女之情不值一提。世子说的对，我当权衡利弊，再做定夺。今日我将江家定情器物奉还，从今往后，两家再无婚约。取消婚约，两家婚约已定，岂容你说取消就取消？女子悔婚，往后只怕再难出嫁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如今不过让你给明月一个名分，你便闹着要取消婚约，传出去旁人只会说你善妒。此事对错，旁人自有公道，又与我何干？我只知道，我就算出家做了姑子，我也不会再嫁你这样的人。珠儿，带上沈家在定亲礼上给侯府的回礼，回太傅府。是。委屈你了，宝儿。那世子元看着还好，没想到居然能做出这种事，说出这种话来。你还未入门，他便抬了妾，又是从小在侯府与他青梅竹马长大的，以后你再嫁进去，岂不是要受委屈？母亲别急，女儿自有法子。她江燕之仗着侯府的权势，赌我不敢退婚。可普天之下，有什么权贵能大得过皇家？你是说，准世子夫人的脸他敢打，那准太子妃的脸他还敢打吗？太子送来的凤冠价值万金，令贤实在无以为报，愿意接下圣旨，入东宫为妃。你可是为了江燕之赌气嫁给姑，大可不必。如若你喜欢她，姑可以让顾明月消失，也可以让江世子以后也不敢纳妾。太傅是姑的老师，姑护你周全也是应当的。殿下，令仪从不拿人生大事赌气。父亲是当朝太傅，早在永宁侯府与沈家定亲前，太子曾向父亲求娶我，拿着圣旨入了太傅府。只要太傅同意，这张圣旨便可昭告天下，令仪就是姑的太子妃。谢太子厚爱，老臣及小女恐怕……太傅不用急着拒绝，姑等得起。太傅认真考虑后再答复姑也不迟。是，老臣定会谨慎考虑。那姑便告辞了。当初我想着太子是储君，日后只怕三宫六院，怕你受委屈。恰逢你祖父来信相劝，想着永宁侯府是故交，你嫁过去便会安稳一世，却没想到这世间哪有绝对的安稳。永宁侯世子竟在成亲前做出如此不要脸之事，是为父看走了眼。虽然父亲您没有同意太子求娶，但太子仍在我定下亲事时送来了这顶凤冠，让我做出嫁之用。这凤冠极尽奢华，太子说带着凤冠嫁入江家，永宁侯府日后也不敢欺你。殿下倒是比那混账有情有义。江燕之有句话说得对，高门世家，男女之情最不重要。看来你已有想法了。自然，做太子妃可比做一个世子夫人有权势多了。江燕是说，权势之下，男女情爱最不重要。这话有理，但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嫁给他？哦，你的意思是？殿下求娶令仪，想必也不是因为情深一片。高门联姻，要的是互有注意。若令仪为太子妃，必定以爱护储君为重，绝不让殿下有任何后顾之忧。你很聪慧，很好。姑会下旨立你为妃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他人仰望的存在。
不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。你只需回府安心待嫁，其他的事交给姑便好。听说了没？永宁侯世子定亲那晚，他那急居的青梅拿不出贺礼，竟把自己送上床去。第二日被人撞破，满府宾客都瞧见了。如今京中都传遍了，那日永宁侯府便邀京中世家，闹出这等丑事，沈家嫡女当场就把定文信物还了，不嫁了。沈家是什么门第？太傅府的嫡女能受这妾？那世子倒好，为了个寄居的孤女，把太傅府的亲事给做没了。听说言官已在拟折子弹劾他了，这世子之位怕是要悬。启禀陛下，臣有本奏：永宁侯世子江彦之于定亲宴后与寄居侯府的顾氏衣衫不整同处一室，当场被宾客撞破，此事满城皆知，已成京中笑柄。世子身为侯府继承人，行为放浪，实在有辱朝廷颜面。臣复议，永宁侯府乃勋贵之家，世子如此行径，实乃有辱门楣，德行有失，私德不修，不堪为世子之位。永宁侯，臣教子无方，请陛下降罪。哼，定亲宴上闹出这等丑事，让太傅府嫡女当众退亲，你把朝廷的脸面往哪儿搁？罚俸半年，给朕回去好好管教。若再有下次，朕绝不轻饶。臣领旨谢恩，回去定当严加管教，绝不姑息。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陛下当朝训斥，满京城都在看我们永宁侯府的笑话。今日我便做主，顾明月必须送出府去。母亲，我说过会娶明月，绝不食言。沈令仪那妒妇，自己善妒也就罢了，还要母亲为她操心，实在过分。她若如此下去，明月以后还怎么在府中生存？世子，要不我搬出侯府吧？如今名不正言不顺，我怕到时候沈家小姐入门也容不下明月。不怕，她嫁进侯府便是江家妇，女子出嫁从夫，只能以我的话为重，否则便犯了七出之条，我大可休了她。太傅嫡女若是被休，她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？太傅也必定会叫她忍一忍，到时候我便会抬你为平妻，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你怎可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来？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小姐，方才在花厅，侯夫人说要送您出府，奴婢这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。还好有世子护着您。世子与我两情相悦，我又把姑娘家最珍贵的青白参都送给了世子，他怎会不护着我？等将来世子抬您做了嫔妃，小姐若再能生下一儿半女，这主府之位早晚是小姐的。后宅之中争宠手段多得很，我在府这些年，看侯夫人对付侯爷那些妾室的手段还少吗？这后宅本就是不流血的战场。世子大婚，若沈令先进侯府，依他太傅嫡女身份，必不会容得下我。如今我先下手为强，与世子成了好事，这样便可顺理成章地嫁入永宁侯府。小姐好计谋，带上嫁衣，我要亲自登门去太傅府给未来的世子夫人赔礼道歉。沈令仪，我倒要瞧瞧你拿什么跟我争。小姐，永宁侯府顾明月求见，让她进来吧。沈小姐，这是我亲手绣的嫁衣，一针一线绣了1年，今日送给未来主母，求沈小姐给我一个入府的机会，侍奉在主母和世子左右。真是可惜，你本可以穿着大红嫁衣出嫁，却偏偏要穿那粉色的嫁衣做妾，你这是何苦？我出身没有你们好，自入京开始，京中的贵女便处处打压我，生怕我抢了他们的风头。那些世家子弟也因为我的家世不愿意娶我为妻，他们被权势蒙了眼，只愿意娶家世相当的女子。我哪里不比你们好，却偏偏落得不能嫁入高门的下场。如今我只有嫁给世子，我没得选。你以为嫁给世子便可高枕无忧吗？侯夫人恨你害她儿子毁了名声，更恨她儿子为了你忤逆她的意思。你就算是嫁入侯府，也不会有多好的日子过。世子说，只要我说服你消了气，便可让我做贵妾。你看，你说世子爱重你，可是连下跪赔礼道歉都让你一个人来，把错全推在你身上。若是事情没办好，那都还是你的错。你回去吧，我与江家已退了亲，你不必求我，我不会嫁到江家，你也无需哄我高兴。你不嫁世子，你居然舍得取消婚约？
这绝不可能！永宁侯世子是京中数一数二的才俊，你不嫁他，难道还能嫁更好的人吗？顾明月，你已达成心愿，嫁入侯府，往后便好自为之吧。世子，沈小姐没有收下我送去的赔礼，还说与您的婚约已经作罢。沈令仪身为太傅嫡女，心高气傲，她想要的是我亲自登门道歉。如此任性小气，如若不杀她的威风，只怕日后更是骄横。把你们店里最贵重的头面都拿出来，给明月挑。世子来得真巧，昨日刚到了一套红宝石头面，成色极好，这就给二位取来。世子，这般张扬，若让沈小姐知道了，怕又要不高兴。我就是要让满京城都知道，顾明月是我侯府定下的贵妾，不日便要大婚抬进府中。我江燕之要娶谁，轮不到凡人智慧。前脚刚和那孤女在侯府闹出丑事，后脚就带着人满城招摇，又是买绸缎，又是制头面的。世子这不是明摆着给沈姑娘脸色劝吗？沈小姐可是太傅嫡女，世子当众下她的脸，真以为沈家会任她拿捏？等着瞧好戏吧。燕之，我听说你这几日带着明月满城采买，闹得动静不小。沈小姐是太傅嫡女，娇气些也是有的，你何必如此？依我看，你去向沈小姐赔个不是，哄哄也就过去了。这般当众下她的脸，往后怎么哄得回来？怕什么？我家与他家是故交，两家定亲是长辈之意，他敢取消婚约？再说，他与我定亲之事全京城皆知，他不嫁我，又能嫁谁？我已派人知会沈家，会在3日后上门迎亲，到时候和明月同一日进门。他若乖显一些，洞房花烛夜我自会陪他度过；若他给脸不要脸，休怪我不念旧情。到时候让人知晓他沈令仪新婚之夜独守空房，我看他怎么有脸在京城里待着。该说的都说了，你既执意如此，只盼日后莫要后悔。老奴奉太子殿下之命，送新房的陈设图册来，请太子妃过目。这是太子准备的千宫拔步床，问太子妃喜欢哪一张，到时便马上叫匠人在新房里装好。这些梳妆台和柜子，只看太子妃喜欢什么便选什么。就这张吧。那老奴便太子妃的意思回宫复命。殿下说了，太子妃若还有什么想改的，随时传话便是。太子带小姐真是看重，这几日东宫的人天天往咱们府上跑，送图册问款式，连园子里铺小径的石头都要问小姐喜欢鹅卵石还是玉石。储君大婚，礼数自然要周全。说来永宁侯府也是高门世家，半点规矩没有不说。世子还成日带着那个顾明月满城招摇，放言说3日后要来太傅府迎亲，让他和您同一日进门。世子这梦做的可真美，小姐如今是太子妃，他莫不是以为这满库房108册嫁妆还会往他永宁侯府抬？理他们做什么？这些嫁妆册子还没清点完，你倒有闲心去听笑话。太子今日亲自来迎娶太子妃，这是给太子妃做脸呐。吉时已到，太子妃出阁。令仪，过来接你了。太子殿下亲自来迎亲，仪仗从街头铺到街尾，这排场可真了不得。太傅府的嫡娘配太子，那才叫天作之合。退了永宁侯府的婚才好呢，那世子拿什么跟太子比？沈小姐如今嫁的可是储君，将来就是皇后。太子怎么突然定今日成亲？也太匆忙了，这仪仗一眼望不到头，咱在这白等了快2个时辰。哼，你知道什么？这是太子亲自求的日子，皇上和皇后为太子成亲的事早准备了几年，随时都可以成亲。那可不，听说太子好不容易求娶到心仪之人，所以急不可待，恨不得马上迎娶进门。怎么没听到朝中有操办太子大婚的风声？这么突然，他娶的是哪家千金？世子，不好了！他们说太子迎娶的是太傅府的嫡女沈大小姐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今日不是世子迎娶沈小姐吗？不可能！沈令仪是我的未婚妻，怎么会嫁给太子？我们2家定过亲的，
他就算是太子，也不能抢人亲事。可是那日沈小姐不是当众取消婚约了吗？还把定亲的玉佩还了。听说更田也退了，这婚约早就不算数了。你们小姐呢？今日是我上门迎亲的日子，快让小姐出阁。世子，你怕不是糊涂了？我们小姐如今只怕已入了东宫了。和侯府的婚事不是早退了吗？你们永宁侯府收回了定亲的玉佩和庚帖，怎么还当自己是太傅府的姑爷，还跑来迎亲？哪有这样的规矩？谁家来迎亲？前一日不得府上来人确定吉时，确认迎亲的规格。你们侯府来过人吗？别在这毁我们小姐的名声！滚滚滚！世子，咱们回去吧。沈大小姐如今已是太子妃，诏书已经昭告天下，婚事已成定局。这会儿恐怕礼都成了。这不是永宁侯世子吗？就上次定亲第2日和府上的孤女睡到一起的那个。对对，那顾明月说是把自己当贺礼送给世子了，真笑死个人。这不是花楼女子的做派吗？这还真是，哪家高门千金能做得出这种事儿来，把自己清白之身送人？哪家高门贵女能受这份气？沈小姐还未进门，未婚夫就和别人睡一起，还说要抬做妾，这不是打人家沈家的脸吗？这下可好，沈小姐直接做了太子妃，太傅嫡女嫁给世子都算下嫁了，她还不好好珍惜，如今鸡飞蛋打，活该！滚开！是，去外面看看，太傅府的花轿怎么还没到？这都过了吉时，快2个时辰了，迎亲的人怎么还没回来？别是出了什么岔子？我听说今日似乎也是太子大婚，仪仗堵满了太傅府在的那条街，恐怕是因为这耽搁了吧？太子大婚，迎娶的是哪家千金？怎么和世子迎亲撞在同一天？诸位稍安勿躁，想是迎亲队伍碰上太子仪仗，须得避让，路上有所耽搁。侯爷、夫人，沈大小姐的花轿已经被太子殿下迎进东宫了。你说什么？太子的仪仗铺满了整条街，沈大小姐不，太子妃已经入了东宫，如今礼都成了，世子被堵在一条街外，连太傅府的门都没进得去。沈家嫡女做了太子妃，怎么会这样？侯爷，府上今日想必事忙，在下还有点事，先告辞了。对，我也先走了。本就是看在太傅府的面子上才来的，如今亲事黄了，还留在这儿做什么？定亲礼上闹出那等丑事，满京城谁不笑话？如今沈小姐成了太子妃，难道我们还要留在这儿陪他们一起得罪太子和太傅府吗？孽障！你还有脸回来？当初你祖父为你定下这门亲事，本是侯府高攀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沈家嫡女便能嫁进来。你倒好，和顾明月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来，让沈家退了亲。我与令仪也算青梅竹马，我以为他只不过一时生气，等过几日便好了。我打算等娶她进门，再好好哄哄她。她最听我的话，不会真生我的气。谁知道她居然嫁给了太子。原本以为沈小姐只是吃醋，与世子你闹闹脾气，没想到她气性这么大，竟是转头就嫁了旁人。闭嘴！若不是你，事情怎么会闹到这一步？夫人，若不是你故意生事想嫁入侯府，沈令仪今日便是我永宁侯府的世子夫人，而不是太子妃。如今她贵为太子妃，你以为她会让我们侯府好过吗？母亲，事到如今，你再打明月也无用了。得罪了沈小姐，如今你想抬顾明月为贵妾，绝不可能。侯府要摆出知错的姿态，她想进府不能做贵妾，连姨娘都是抬举了她，只能让她做个通房。夫人，你即刻为燕之安排相看，娶一位世子夫人，待主母进府再做安排。我千般谋划，万般算计，如今别说是正室，连个姨娘之位都捞不着，只能做个通房丫鬟。世子，您说过要娶我为妻的，您说过不会让我受委屈的。父亲，明月她毕竟和我已经……你是世子，担的是永宁侯府的前程，就要做世子该做的事。若你担不起这世子之责，我便将世子之位让给你弟弟。永宁侯府可不止你一个子嗣。令仪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的太子妃了。太子殿下，
既嫁了你，臣妾便会倾尽所有助你。父亲在朝中经营多年，门生故旧遍布天下，那些有才学却出身寒微之人，臣妾可为殿下引荐。我明白，我娶你本也有权衡与筹谋，可此时此刻，想与你共度此生的心万分不假。殿下今日的话，臣妾记下了。无论前路如何，臣妾都站在殿下身旁。待我坐稳这江山，你便是孤的皇后。此人姓周，寒门出身，极善水利。父亲提过，他在南方小县治水3年，成效显著。只是性子孤高，不肯趋炎附势，一直不得重用。太傅曾与孤提过此人，怎么你也注意到他了？殿下若信我，不如召他一见。可用之人不问出身，殿下用他，天下寒门绅子便会知道，只要跟着太子，便有出头之日。令仪，你不愧是沈太傅的嫡女。听说前些日子太子提拔了好几个寒门出身的读书人，还亲自去城外看了几次农桑。京郊的百姓都在说太子人善，没有架子。咱们老百姓不懂什么朝政，就知道谁对百姓好，谁就是好官。太子这般体恤民情，往后咱们这些平头百姓的日子，说不定也能好过些。说起太子，就不得不提那位太子妃。太子妃端庄大方，成婚后常派人去郊外施粥济民。太子如今声望这么高，他这个太子妃可没少出力。当初永宁侯世子闹出那等丑事，满京城都在看笑话。沈小姐转头嫁了太子，风风光光，比嫁给世子强了何止100倍。哼，听说前阵子侯夫人做主，给她另娶了大理寺卿的嫡女做正妻，可那又怎样？顾明月还留在府里，能安生才怪。等日后太子登基，沈小姐便是母仪天下的国府，咱们就等着瞧永宁侯府的笑话吧。近日太子在朝中声望渐高，听说你父亲那些门生也一个个站出来了。本宫知道你为他引荐了不少能人，东宫气象为之一新。臣妾不敢居功，是殿下自己有识人之明，臣妾不过将可用之人送到殿下面前罢了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有见识又懂分寸，太子身边早该有你这样的人才。本宫身子不好，往后那些节宴宫宴，你就替本宫多操持些，也让本宫看看你的本事。臣妾一定尽心，不让母后失望。太子那冷脸的性子，也就见了你才有几分笑模样。好好养身子，早些给本宫添个皇孙，东宫便更圆满了。母后说笑了。那位便是永宁侯世子新娶的正室，大理寺卿家的小姐程玉。跟在后头的，莫不就是之前闹出过丑事的顾明月？想不到这顾明月竟如此有手段，能让世子夫人同意带她入宫。妾身给太子妃请安。世子夫人，从前闺阁中你我也见过，不必多礼。世子夫人怎么还带个通房丫鬟进来？顾氏如今有孕，她说想进宫见见世面，世子便同意了。如今已抬做了姨娘。不过一个姨娘，怎么也不该越过你，先生下子嗣。我一进府，她便诊出了喜脉。若我一进府便发落她，岂不是落人口词说我善妒？不过一个数字，算了。试啊。沈姐姐好。大胆！你一个妾室，进宫已是逾矩，怎敢称太子妃姐姐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太子妃娘娘好威风，明月一个弱女子不懂规矩，不过想与太子妃亲近些，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世子好没规矩，你的妾室冲撞了太子妃，你不谴责她，反倒怪太子妃咄咄逼人。永宁侯府的规矩便是世子坏的吧？就是，旁人进宫都带着正室，偏他带个妾室招摇济世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宠妾灭夫。世子大约是觉得我对他心爱之人太过严厉了，可宫规就是宫规。这一次是冲撞了我，若下一次他冲撞的是皇后娘娘或是陛下，世子也觉得是皇后娘娘和陛下的错吗？太子妃这话是要把永宁侯府往大不敬上引啊！世子还不请罪，真当这宫里是他那没规矩的侯府后宅不成？跪下，还不快给太子妃娘娘请罪！母亲，明月并未做错。那世子的意思是，孤的太子妃错了？太子妃脸色怎么这般不好？可是身体不适。也许是世子侍妾身上带的香薰人，臣妾闻不得，有些恶心。来人，把此人的香囊除下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快传太医，别动！这香囊是妾身亲手做的，里面只是一些草药。
恭喜太子殿下，太子妃是有喜了。恭喜太子殿下，恭喜太子妃娘娘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。今日中秋团圆，又添皇嗣之喜，当真是双喜临门。不过，也许是闻了不该闻的东西，太子妃有些胎气不稳，待臣开一副药，喝下去便无妨了。是啊，把那香囊给太医看看。回殿下，这香囊中虽无毒物，但其中有几味香，若与殿中燃香混合，对孕妇极为不利，容易动胎气，造成胎象不稳。谁敢害本宫的皇孙？来人，把永宁侯府的妾拖出去，杖20！敢谋害皇嗣，好大的胆子！世子救我！我没有想谋害皇嗣。臣教子无方，惊扰太子妃，臣罪该万死。求皇后娘娘开恩，故事全凭娘娘处置，臣妇绝无怨言。皇后娘娘，明月不会做出这种事来，这一定是误会。闭嘴！你是不是要害整个侯府给你陪葬？皇上，皇后娘娘，世子宠妾灭妻，纵容妾室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实乃德行有失，请皇上恩准，革去江燕之世子之位。臣次子江承之虽年少，却远比这个逆子有担当。臣请立江承门为永宁侯世子。好，永宁侯之奏请，朕准了。父亲，我是你的嫡长子，我可是侯府世子啊！你怎么能……我为何不能？你毫无一点担当，且毫无规矩。若侯府的前程交到你的手上，只怕很快侯府便全毁了。哼，一个脑子拎不清的人，不配做永宁侯府的世子，更担不起侯府的未来。世子之位说废就废，这江燕之算是完了。谁让他把那个顾明月宠上了天？宠妾灭妻，活该的。皇后娘娘赏太子妃白玉送子观音1尊，金蕾丝凤簪1对，云锦20匹，血燕10盏。皇上赏东珠1匣，100年人参3支，另赐良田100亩，为皇孙安胎祈福。不过怀个孩子，父皇母后这阵仗，像要把半个皇宫的宝贝都搬来东宫。东宫有后是国之大喜，你只管安心受着，想要什么跟姑说。嫁妆都收拾妥当了，小姐都收拾妥当了，咱们现在走。走，这样的人家不配我程昱入府为妻。那世子那边，世子，他如今还是什么世子？他江燕之丢了世子之位，我程昱还是程家大小姐。和离书，明日我便叫人送来。姨娘，您可算醒了。嬷嬷，要不要去请个大夫看看？姨娘刚落了胎，流了不少血。侯爷和夫人都没发话，谁敢去请大夫？他一个谋害皇嗣的罪人，挨了板子没被拖去乱葬岗，已经是命大了。我的孩子，世子不，大公子，顾姨娘在门外说想见您。燕之哥哥，你是侯府嫡长子，你要想法子把世子之位夺回来啊！争，我还能争什么？就为了你这么个什么都不是的孤女，我丢了沈家的婚约，丢了世子之位，如今成了满京城的笑话。燕之哥哥，你说什么？你还叫我争世子之位？有你在，我江燕之就是个笑话。顾明月，若是可以，你从我面前消失吧，再也别出现了。你不要我了？你说过会护我一世周全的啊！是你先招惹的我，是你自己没主见，走到今天这步却全怪在我头上。江燕之，难怪沈灵仪不要你，你就是个没用的东西！贱人，你敢辱我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发卖了，再也别让他踏进侯府一步。你要发卖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敢负我，我们就一起死！你这个毒妇，当初我就该娶令仪。江燕之，你负我在先，就别怪我心狠。黄泉路上，你慢些走，我马上就来陪你。侯爷，顾氏已交由大理寺收押，判了斩刑。我的儿啊，他再怎么不争气，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都是那个顾明月，是他害死了燕之。够了，哭能让他活过来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把这丑事闹得人尽皆知，让天下笑话我永宁侯府才甘心？一个被废的世子，死得如此不体面，侯府不能为他大办丧事，江家的脸面不能再丢第二次了。悄悄葬了吧，对外就说侯府大公子暴病而亡。
小姐，江燕之死了，听说和顾明月在书房里争执，顾明月用金簪刺进了他心口，那顾明月已下了大牢，判了斩刑。知道了，一个无用之人，死了便死了。我原以为他那样看重权势，总该有几分野心，没想到最后竟死在男女之情上。太子妃，太子殿下来了。夜深了，怎么还开着窗？仔细着了凉。殿下今日怎么这么晚？朝中有些折子要批，又去了母后那儿一趟，便误了时间。今日小家伙可还安分？没有，他很乖。这世间最无用的便是男女之爱，哪里有权势来的让人心动？而我偏要两者都攥在手里，才不枉来人间一遭。